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们分成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很多同学很关心的，就是天玑芯片它到底行不行？和我自己之前使用的骁龙芯片差距会不会很大？性能会不会不够用？拍照算法会不会不够强？第二部分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影像旗舰的自我修养，拍照。第3部分，我们来说说这次我测试最认真、最全面的一个全新功能。我们就从天玑芯片开始讲起。第一个场景，高负载游戏。性能模式下，原神极限画质60帧。先跟大家说啊，骁龙8 Gen 3机型之前测试平均帧率呢是59.9帧，机身最高是43度。而这一次搭载天玑9300的 X100 Pro， 平均帧率是60.1帧，机身最高温度42度，几乎都是满帧。但是 vivo 的功耗下降了13%，温度降低了整整1度。这个部分需要说明，骁龙那款机型呢，它的屏幕分辨率更高，所以理论上来说功耗也会增加一些。还有一个重要数据，就是同样30分钟，骁龙那款机型呢，它耗电是14%，而 X100 Pro 耗电8%，就是大电池加低功耗，它们的威力逐渐显现出来了。这次有一个隐形升级，就是在重量不变的前提下，电池增加到了5400毫安时，一个超大电池，但是机身呢反而变薄了，并没有给用户增加手腕上的负担。第二个场景，日常普通游戏，王者荣耀我关闭了性能模式，只采用标准模式进行测试。骁龙呢是119帧，最高是39.2度，耗电11%，而 vivo 搭配天玑，帧率是118.9帧，功耗下降5%，耗电减少1%，温度下降0.4度。第3个场景，日常应用，刷微博 vivo 更省电，刷抖音友商更省电。这2个环节，2款产品对于软件帧率优化是不同的，所以说整体上来看呢，两者表现都很出色。第4个场景，追剧看电影。我现在左手边的呢是大家公认比较续航出色的 iPhone 15 Pro Max， 右手边呢是 X100 Pro， 同时使用它们去播放 1080p 的在线视频。它们2个现在同时都插了数据卡，同时连接了 WiFi。iPhone 现在剩余电量呢是89%，vivo 现在剩余电量呢是98%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现在是15点53分啊，也就是说这2台手机呢已经连续播放了5个小时的视频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iPhone 15 Pro Max，5小时之前它剩余电量是90%，我们看现在它的剩余电量是50%，消耗电量40%，也就是说每个小时消耗电量8%左右。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vivo X100 Pro。同样5个小时播放视频，它剩余电量68%，也就是5个小时它消耗的电量是30%。第5个场景 ，vivo 这次突然增加了一个超大面积的息屏显示，有一点点像苹果那个全天候显示屏的意思，但是具体上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。首先 vivo 这个呢，它最多能显示半个屏幕。就是因为它还做不到全屏不烧屏，所以说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把图案从上往下换，或者从左往右换，这样切换一下，从而保证不烧屏。另外呢，就是目前呢还不能完全自定义照片或者图片之类的。但是 vivo 有自己的优点啊，就是这款手机，当我们开启息屏提醒之后，它的耗电量极低。实测10小时插卡连接 WiFi 待机耗电5%，哇，这个待机非常凶猛啊！我又测试了一遍，关闭息屏显示。10小时耗电4%啊，也就是说10小时你开不开息屏显示，电量只差1%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吧。X100 Pro 支持10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，实测15分钟充入电量65%。如果你担心这款手机的性能发热或者续航，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了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影像，我们快速过一下拍照。对于 X100 Pro， 我的评价标准呢，就是能不能干掉前代的超大杯 X90 Pro 加。如果能以4999的价格实现对前代6499元旗舰的反超，那么我认为就值得推荐了。我们先说主镜头的5个特点。首先 X100 Pro 的颜色呢，在大部分使用场景几乎和 X90 超大杯没有差异，在一些场景中呢，甚至会出现反超，比如说这张的地面修正了前代偏蓝的情况。对于绝大部分普通用户来说 ，X100 Pro 的表现可以和90超大杯划等号了。其次 ，X100 Pro 支持相册查看的时候呢，显示照片当时的亮度信息，就是可以还原拍照那一刻最真实的观感。第三，暗光场景下，90超大杯呢会通过更长时间的夜景拍照模式，获得更漂亮的高动态范围灯光效果，而 X100 Pro 呢则不
会激活夜景模式，它呢是快速实现抓拍，成片率更高，但是相应的光源色彩就不如 X90超大杯。这一点我不知道 vivo 之后会不会调整策略啊，就看他们的影像策略呢是抓色彩还是保交付了。第四，这次蓝厂依然继续打磨他们的蔡司梯形镀膜，同样一个场景，我来对比一下小米14 Pro。小米呢，大家能看到大概是5个灯泡在反光，对不对？而 X100 Pro 只能看到很浅的3个灯泡反光。有人说这个水平不是很正常吗？那么请看 iPhone 的表现啊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。不过这个部分我要再给大家看一下前代 X90超大杯，哇，真的就是一点反光都没有啊！所以说镀膜这个领域 ，X100 Pro 呢应该算是现在兵器榜排名第2啊，大哥用料还是舍得花钱了。第5 ，vivo 实现了主镜头同光学画质的2倍变焦，然后2倍拍摄4K 视频，然后2倍拍摄人像照片，然后2倍拍摄电影模式，这也是继苹果之后我自己测试真正能够实现全功能光学画质2倍镜头的厂商。也正是这一点，让 vivo 可以有底气放弃2倍的那个物理光学镜头，从而打造一颗硬件更强的4倍长焦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快速看一下这枚4倍长焦，再说说这枚长焦的5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，我们先说防抖。10倍以下呢是默认防抖，就是更灵活，更适合快速追逐拍摄的物体。但是10倍以上，它就会开启增强防抖。好了，大家先看一下啊，我同时把2款手机都调到20倍以上，就是一个是20.6，一个是20.9，然后同时锁定这个大巴车，我们来摇晃一下手机，能感觉到吗？这个稳定的效果。第二就是画质方面，进光量其实要比 X90超大杯提升了70%-80%啊，细节增加非常多。同样一个室内光线拍玻璃杯，我们对比一下小米14 Pro 和90超大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玻璃杯和茉莉花它们的细节。我们再看一下这张暗光情况下广告牌的对比，这个灯的细节，包括天空的噪点控制，包括字的细节。第三，长焦增加了太阳模式，就是我实际测试一下，我们随便构图一下，好不好？让太阳在中间，非常稳，感觉到了吗？我的手的轻微的晃动，哈，拍着啊，1、2、3。这个太阳模式主要是3个环节进行优化，一个呢是降低太阳对镜头造成的眩光，一个是降低太阳过高的亮度。大家看 X100 Pro， 它的太阳边缘清晰度是更高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降低了太阳强光对对焦的这个干扰。在这一轮 X90超大杯一直出现对不上焦的情况，我个人认为呢，日出日落这种场景在拍照领域可能算是一个很细分的场景啊，不能算是非常重要，但是vivo 这一波其实它很用心，就你真要是和比如说喜欢的人第一次去露营啊、爬山啊，然后一起看个日出，把那个瞬间记录下来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。第四，终于支持长焦微距了。前代90超大杯它的长焦呢，最近对焦距离在这儿啊，而 X100 Pro 最近对焦距离则来到了这里。但是如果说近距离的话呢 ，vivo 还是没有小米最近对焦距离近啊，小米能拉到这么近。再但是vivo 的画质好啊，就它可以实现画质在20倍变焦的时候和小米10倍变焦达到同样的这个画质效果，所以综合起来还是非常能打的。那这张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同样在20倍微距状态下拍摄的这个咖啡瓶的外边的小字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自拍，我测试这台 X100 Pro 它的前置镜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低饱和度的这种效果啊，这个部分我估计需要 vivo 后续软件优化一下。现在面部美颜算法感觉问题不大，但是就是这个蓝衣服出现发灰的情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3张面部的美颜算法，大家会更喜欢哪一个？最后，最后我再补充一个新的人像光斑啊，就这次增加了一个蔡司 B-Speed 的这个镜头的3角光斑，这个在库布里克经典电影《闪灵》里就出现过这种光斑的效果啊！好家伙，这周末大晚上的，我和 vivo 小姐姐为了找电影里这个画面，还差点没吓死啊！那个背景出现点光源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使用这种光斑模式去拍摄出跟蔡司那个镜头一样的3角光斑效果了，这个还挺有趣的。总结。X100 Pro 整体表现的，我认为已经超越了 X90超大杯。虽然说在一些细节上可能还没有超大杯表现那么强，但是长焦无论是在画质还是玩法，其实都是压倒性的胜利。我今天最想聊的其实不是拍照，而是接下来要说的视频拍摄啊。vivo 这次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电影视频模式，这应该是目前国产手机在电影视频模式的一次全面的升级啊。而之所以能够在算法上带来如此大的提升，这就要得益于 vivo 它那个自研的 V3 芯片所带来的强大算力。首先
我们在交互上 ，vivo 这次可以实现和 iPhone 几乎相同的点按丝滑变焦了，带来了那种模拟专业摄影机的切换效果。同时呢 ，vivo 支持对人脸的快速追踪，就是方便你在拍摄的时候自动对焦到人脸。不过这个位置不支持转头自动切换焦点。另外呢，目前对焦上我认为还有几个需要完善优化的。首先呢，就是对焦，当我对到非人脸的物体上的时候，它几秒钟之后，这系统会自动给我改变回到人脸上。我有的时候就想对焦到背景了，这个算法我认为需要优化一下。我目前解决的方案呢，就是长按屏幕锁定对焦。那第二点，电影模式分辨率大幅提升啊，从前代的1080p一跃升级到了现在的4K。那对比前代电影模式，我们放大画面看一下细节，我们看一下前代的清晰度，再看一下现在的清晰度。更重要的是 X100 Pro 它支持2倍变焦和4倍光学镜头电影模式拍摄。当我们在4倍镜头之下，它的细节要比前代的细节清晰多少？第三，我们看一下边缘虚化效果，不错啊，我觉得不错的。对比目前视频当之无愧的王者 iPhone， 因为 vivo 它的主镜头传感器会更大1英寸的嘛，所以它自带光学虚化，可以辅助这种优化边缘模糊。我自己认为反而要比苹果 iPhone 处理的更真实了。第四，给大家再看一下它的长焦电影模式实拍啊，这个是我站在人群后边，因为离得很远嘛，我就使用这个长焦镜头去拍摄。长明王子快速的在我的镜头前跑来跑去，在这样一个场景里，这个实时运算的效果，你看它移动的很快啊，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清晰的面部和背景虚化的效果，我觉得这个最终的效果达成 V3 芯片真的是立功了。第五 ，vivo X100 Pro 它是支持后期编辑重新选择对焦点的安卓机型。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现在相册里呢有这样一段，就是使用电影模式去拍摄的视频。在电影模式中呢，我们不点击这个编辑了，我们点击这个电影人像来进行编辑。大家看。一旦我点击这个位置，首先这里依然是有时间线，但是我拖动时间线的时候，它的屏幕上方呢会出现一个黄色的小框框，代表着这个时候是把对焦点放在我的脸上。然后你看左侧和右侧同时有2个白色的小框框，就代表它识别出了那里有人，你可以进行切换焦点。比如说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切换到后边小姐姐这个位置，看到了吗？同时它焦点切换过去之后呢，同时在你的时间线上产生了一个小黄点，就告诉你你在这里有一个操作。然后我们比如说再往后拖一拖，拖到这儿，我们再把这个焦点给它切换回来，切换回我的脸上。哎，这个时候大家看啊，如果我从这视频播放，在这里首先焦点非常柔和的切换到后方，然后又切换回来。除了可以设置焦点之外，它这里还可以设置背景虚化的效果。你看这里背景虚化是最强的，在这里你还可以选择色彩 LUT。第六，电影模式在前置镜头上也可以使用啊。其实呢，前代超大杯也有这种前置的电影模式，就背景在虚化的嘛。但是就和很多安卓手机一样，它不支持前后切换焦点，它只支持模糊。而在这一代上，可以实现前后焦点的自由切换了。然后大家注意啊，如果我这个时候点击背景，看到了吗？它的虚化会跑到后面。不过，就这个，哎呀 ，vivo 现在算法就是它一旦检测出人呢，它又会2秒钟之后默认回到人脸上。前置镜头电影模式呢，只有1080p 啊，不过它也有美颜算法。这个美颜算法呀，挺好啊。这个我自己看了半天，看不够。看不厌，你说是怎么回事呢？第七 ，vivo 电影模式支持渐进式的虚化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90超大杯他们电影模式，几乎没有渐进式的效果。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X100 Pro 的电影模式，4K 分辨率，自带前后虚化效果，目前只有 vivo 和 iPhone 能够实现。同样啊，前置镜头呢，它也支持这种前中后的虚化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前代超大杯拍摄，背景虚的没有问题，我的人和手机同时都是清晰的，因为那一代呢，它采用的是 AI 抠图，而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 V3 芯片的加持之下，背景是虚的吧，我是清晰的，而我手里距离镜头更近的手机则是虚化的，这种效果就更真实、更准确，也更有质感。第八啊，最后一个了啊 ，vivo 电影模式加入了蔡司镜头的光斑模拟，就是它拍摄视频的时候也可以实现更有趣的光斑模拟虚化，甚至还能通过识别点光源去增加耀斑的效果。
总的来说 ，vivo 的电影模式完成度我认为非常高啊，它是有一些小问题啊，但是瑕不掩瑜，特别是在融入电影模式中一系列的那些小细节，玩法非常丰富。短视频的时代应该已经来了5年了，有成千上万的人，哪怕是非专业的普通用户，都吃到了短视频所带来的红利。我特别喜欢看那个短视频网站上有一个小宝宝，就他爸爸就每天给他拍视频啊，然后累积大量粉丝，然后爸爸妈妈就开始了直播带货的生涯。这个时代红利还没有结束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有多少博主就用一台 iPhone 去拍短视频，视频能力强，真的就是能够帮助他们赚钱的。而国产厂商，我认为真的应该把视频体验卷起来。以上就是这一次 X100 Pro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。你说这款手机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？是性能？是散热？是大电池长续航？还是长焦微距？是电影模式？我认为都不是。这款手机它最核心的竞争力就在于越级，它用4999的价格完成了对前代6499的全面超越，就相当于这款手机自打发布的第一天起就自带了一个双11降价1500元的促销 buff， 这才是最能够打动用户的环节。当然，如果之后还有超大杯，我也很好奇，还能玩出什么名堂？是折叠像素，还是可变光圈，还是3倍加5倍的双长焦？我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